我进京和亲那日，腰上的亡灵随风轻响。公主听见，哭着说我故意带蛮灵咒她心急发作，将军立刻逼我摘灵，要我卸刀跪行入城。可他们不知道，这灵一摘，南下30万铁骑就会踏平这座皇城。还想？本宫自幼有心疾，最受不得尖锐杂音。他明知本宫是兰迪公主，还带这种蛮灵进京，是诚心要咒本宫并发吗？我第一次来大梁，竟不知道公主连风声都要管。放肆！昭宁公主金枝玉叶，岂容你一个和亲女顶撞？护颜姑娘，进入大辽就该守大辽礼法，公主记不起，你摘了便是。国书上写的是姑娘，称谓小事，不必计较。你们大辽人管称谓叫小事，草原上称谓即身份，只有想压我一头的人才会故意叫我姑娘。蛮夷之地的规矩也敢拿来与我大辽礼法相提并论？罢了，他一介蛮夷，不懂规矩也正常。他这一身胡服带刀，铃铛叮叮作响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大兰怕了漠北。来人，替呼延姑娘卸刀摘灵，换公制软鞋，跪行3步入城，以示归顺。少君，这是大罗皇帝的意思。入城礼仪由礼部定夺。你的意思呢？本将奉命守城，自然要护我大辽公主周全。算了，他到底是塞翁来的，不懂礼数。若他不肯摘灵，便让他在城外候着吧，等我身子好些，再放他入城。赵烨，亡灵一响，36不听令，你若受辱，漠北不必再忍。我当时觉得傅寒太严厉，如今才明白，他早料到大辽会给我一个下马威。来人，摘了他。谁敢碰少君？反了！一个陪嫁蛮奴也敢在京城动手！皇兄怎么还不来？我心口疼得厉害。陛下驾到！皇兄，我不是故意来和亲队伍，只是那铃声实在刺耳，我心口疼。漠北皇女，呼延赵烨，昭宁自幼体弱，他若不是，朕也不能不管。既然只是银铃，你摘了便是。两国联姻，贵在相让。我在风雪里站了3个时辰，包容他们不验国书，怠慢使团，他们到得寸进尺，还要我摘亡灵。若今日是大辽公主入漠北和亲，漠北人嫌她凤冠刺眼，要她摘冠跪行，陛下也觉得贵在相让。大胆蛮女，你既来和亲，将来就是大辽妇，怎敢拿自己同昭宁相比？皇兄别恼，他在塞外长大，不懂尊卑也是有的。只是我身子真的受不住，他若肯摘灵，我愿意把自己的御暖炉送给他，算作赔礼。昭宁公主，你觉得一只暖炉能换漠北亡灵？我只是好意。那我也好意提醒你一句，漠北女子的亡灵只有3种时候能摘：死后入关、登汉位前，或者向敌人宣战。陛下，此女危言所听。漠北既遣她和亲，便是有求于我朝。若今日因一枚铃铛退让，往后漠北使团入京，岂不人人佩刀纵马？呼延姑娘，你父汉送你来，不是让你摆王庭架子的。两国盟约已定，你入宫为妃，漠北得岁贡互茂，各取所需，莫要一时意气，坏了你族人活路。沈尚书看过盟约？自然。哪一份？我带了礼部国书，你们还没验。沈尚书手里的副本，盟约写的是我入宫为妃。放肆！国书内容岂容你当众质疑？皇兄好难受，还愣着做什么？摘灵！若昭宁有个好歹，哀家要他整个送驾队伍赔罪。陛下也要这么做。摘。少君，这里是大梁京城，若我先动手，
他们便有理由说漠北吧。我要他们自己把刀递到我手里。什么亡灵，不过是个妖士。到了大梁，公主说不喜欢，你就得摘。别弄疼他，他毕竟远道而来。稳住！漠北骑兵不敢攻城，他们少军还在这里。既知我是少军，却仍叫我姑娘，原来他们不是无知，是故意为之。赵叶姑娘，你别怪我，我只是病了，病人总是受不得委屈的，所以旁人都该让你。我可没这么说。昭宁乃大兰嫡公主，生来尊贵。和亲，你既是来和亲，就该明白，她一句不是，比你10句委屈都要轻。公主身子弱，忍不得刺激，女子粗野些，调教调教也好。和亲本就是求一口饭吃，何必端着？备战！皇兄，他们要造反吗？陛下，现在你满意了？不过虚张声势，漠北王年迈多病，不敢同大梁开战。漠北先汗昨夜崩寂，王庭36部已奉遗诏，用少君呼延赵夜继汗位，请心汗示下。今日大梁辱我亡灵，是按盟里议罪，还是按敌国宣战？你父汗崩了？昨夜，那你为何不早说？陛下验过国书吗？大兰的礼部没有验，守城军也没有验。你们从上到下只忙着让我摘铃卸刀跪行。即便他继了汗位，也不该纵兵压我大兰京城。陛下，他隐瞒身份，其心可诛。隐瞒？我入城前3次请验国书。第一次，守城军说昭宁公主未醒；第二次，礼部说先改仪容；第3次，太后要摘我亡灵。陛下，大兰没有打开的东西，怎么成了我隐瞒？皇兄，我不知道。他若早说自己是心寒，我也不会。什么？我只是听不得铃声。我真的病了。病了可以治，但手欠得罚。放肆！你虽是漠北心汉，也不能在大兰京城威胁哀家的女儿。太后错了，这不是威胁。请心汗示下。现在重新谈盟，或者开城迎战。大兰的尊贵是别人让出来的，漠北的王位是一刀一刀杀出来的。开正门，迎漠北新汉入城。皇帝，今日之事是大兰失礼，朕会给新汗一个交代。先从称呼开始，请呼延汗入城。呼延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是草原上的王，我只是个病人，你别同我计较，好不好？昭宁公主，你刚才让人扯我亡灵的时候，手挺稳，别装了。
国书。少君，他们改了盟书副本。怎么改的？原盟书写的是两国互市，共守边境，漠北心寒入京会盟。大兰把副本写成了漠北县女和亲求大兰赐粮3年。沈崇礼，陛下明鉴，臣所见副本本就如此，或许是漠北文书传递有误。漠北国书一式3份，一份在我手里，一份在王庭，一份送往大郎礼部，3份封泥皆有狼首火印，拆开即毁。沈尚书，你改盟书的时候，没人告诉你，狼的眼睛不能向下吗？够了，昭宁身子要紧，盟书之事稍后再查，先送公主回宫。不行，你还想怎样？他让人扯断亡灵，是第一个交代。那你要我偿命吗？命不必，手伸出来。从现在起，到盟约成签之前，你亲自捧着他，若掉一次，城外战鼓响一次。这回铃不会响，鼓会。呼延翰何必这么咄咄逼人？你如今已经得了体面，我也受了惊吓，难道还不够吗？你受惊是因为你做错事，可你也没有真的受伤。草原女子皮糙肉厚，这点伤也值得拿出来说。大兰太后若觉得不值，不如让昭宁公主也被人当众扯断凤冠，划破额头，再说一句不值。这里是大兰的皇宫，所以我们才还在讲道理。查盟书何人改动，岁贡何人经手，边关粮银何人拨付，一并查。他查的不是公道，是城外那30万铁骑。不过没关系，刀不架在脖子上，公道是不会自己走出来。大兰说拨给边关的粮有一半进了京中权贵的私仓，说赠给漠北的盐铁有30%被沈家转卖给南边私商。安抚漠北王女仪容银，这是什么？是为给和亲公主置办衣裙首饰。衣裙呢？首饰呢？原来在这儿。这是母后赏我的，我不知道来源。记下。漠北和亲遗银入昭宁公主私库。我说了我不知道。那你现在知道了，要还吗？陛下，臣有罪，可臣也是为大兰着想。漠北新汉年轻，若能借和亲之名留在京中，36部群龙无首，我朝边境便可安稳10年。所以你欺君，臣欺的是漠北，不是陛下。陛下难道不想要一个没有王的漠北吗？沈尚书也是为了大兰。皇兄，漠北强盛一日，大兰边境就不得安宁一日。若呼延照业真留在宫里，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妃子，对我们都有利。昭宁，我知道你们觉得我任性，可我是大兰公主，我病弱，可我也想替大兰做点事。今日我逼她摘绫，确实不妥，但若能借此压住漠北气焰，又有什么错？昭宁公主，
你比沈崇礼聪明。他改盟书是想把我困在京城，你逼我摘铃是想让漠北看见他们的星汉受辱，从此在36部面前抬不起。你胡说！你可惜吗？可惜我名贵。昭宁，你有没有参与改盟书？皇兄，我只是听沈尚书说漠北女子最重亡灵，我没有破盟书，我只是想帮你。陛下，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用？尚书，关宫门，封城防。漠北星汉入宫挟天子，意图谋反。只要他死在宫里，城外铁骑便是无主之兵。到时大兰占据城墙，未必不能一战。你觉得他们无主？先寒已死，心寒未测，你不过是个还没坐稳王位的女子。谁告诉你漠北侧寒要在王庭？沈崇礼，你敢逼宫？陛下，臣是替大兰除患。今日若放他活着走出皇宫，30万铁骑会把大兰压得10年喘不过气。沈尚书，你疯了！公主现在装什么无辜？不是你说屋檐照夜若不低头，大兰永无宁日吗？多少人？宫中2000，城防营8000，外加沈家私兵，够他做梦。拦住他！城防马道塌了，漠北骑兵进不来，可他们的鹰进来了。沈尚书，谁说侧汉要在王庭？漠北心寒有天鹰为证，36部为印，王血为令。现在我坐稳了吗？少君，韩旗已立。叫我韩。呼延翰，拿下！我都是为大兰。你为的不是大兰，是你自己的功名。传朕旨意，封存礼部、户部、转运司3处账册，凡参与篡改盟书者，革职候审；凡侵吞户氏银两者，抄没家产，补偿边关军民。昭宁，你参与逼辱漠北新汉，挑动两国争端，即日起禁足长宁宫。皇兄，她是你亲妹妹，所以朕才只是禁足。呼延翰觉得不够，大兰家事我不插手，但漠北的账另算。你想做什么？从明年起，你去边市监账3年。不可能！我有
逼我会死的！那就让太医随行。你敢让大兰公主去边境受苦？太后放心，漠北不会让她受苦。我们只是让她听听，她今日闲吵的铃声是怎么从边民的牛羊、商比的马车、两国的生计里想出来的。准。第一条，两国互市，账册公开，边民先得良言。第二条，大梁不得以和亲之名扣押漠北王族。第三条，漠北铁骑不得无故越境，但若公约被毁，亡灵为令。别怕，今日不罚你。你已经赢了，还想羞辱我？昭宁，你到现在还觉得这是输赢？不是吗？你让我丢尽脸面，让皇兄罚我去边市，让满京城都知道我怕铃声。你看见那些人了吗？盟约一签，良言会先到边关，他们不用再等城里老爷吃剩了，才轮到自己活命。铃声不是给你听的，是给他们听的。汉，我们回漠北吗？回，不过走之前去一趟边市账房。这账本记了几年？回汉王6年。6年，每年户市税管递减1成，商旅过连税却翻了3倍，多出来的银子都去哪儿了？小的只是个抄账的，实在不知啊。那就找个知道的人来。转运司的掌印官是谁？沈重成拜见汉王。不知汉王驾临边疆，有失远迎。去年秋市，从漠北入关的皮货商队共370只，可账上只记了210只，剩下160只的税银哪儿去了？汉王有所不知，边市税收分拦路入账，转运司记的是官道正税，另有边军稽查、地方服饷2路。那些商队若走的是军道，税银便不经过转运。哦，370支商队，你们大梁的商路倒是宽得很。边关事杂，总有些变通之处。韩王若想细查，下官这就命人将军道和地方2路账册一并送来。不必了，3路账册你送来的我信不过，我自己看。对了，沈大人，你兄长沈崇礼在京城狱中，可曾托人给你带过话？下官与罪臣沈崇礼早已断了往来。那就好，断干净了才好从头查。他急了。那本账册上的问题，他只用了半个时辰就全部圈了出来。他当然快，京城3天就翻了礼部6年烂账。你以为他靠的是运气？公主，如今沈家只剩我这一处干净底子，若他再往下查，转运司的暗账根本藏不住，你当真还要留在边市？我不留，回京继续禁足吗？还是让皇兄把我嫁到哪个偏远藩地，眼不见为净？沈成王，你怕他查，是因为你手里不干净，我不怕。公主，我唯一做错的事，是当初不该听你兄长的话，去碰他的亡灵。既然错了，就要改。边市是我翻身的唯一机会，你若撑不住，现在就走，别拖累我。这是去年暗账的副本，转运司真正的流水全在这里。若被呼延赵烨拿到，不光是我，连公主你也烧了。烧了。他查账查到的是真账还是假账，不取决于他有多聪明，取决于我们能给他看多少。这本留着，另做一本假的，假的做的半真半假，藏几处破绽让他找。他找到破绽，觉得自己赢了，
就不会再往下挖。以退为进。边市的百姓每天都起这么早吗？呼市重开后，商贩们天不亮就来占位。汉王下令良言先攻边民，这几日来的人更多了。嘘，谁？沈大人，汉王派人来传话，明日要来转运司看3路账册的原件，还有什么？他指明要公主殿下同去。汉王，昭宁公主来得早，汉王点名要我陪同，不敢怠慢。不知汉王想看什么？去年3月，有一批从南运来的铁器，官道账记是从东门入关，找税15两，军道账上干脆没记这笔货。同一批铁器进了一座城的3道门。沈大人，你们的城门会走路，这怕是书吏敌抄有误，下官这就查。不必查了。汉王不用查了，这批铁器的税银没有少，少的银子在另一本账上。哪一本？这是我从省城暗房里拿到的，转运司真正的暗账，记的不是税款去向，而是边军将领私卖军械给漠北商退的流水。你什么时候拿到的？昨夜。你没烧，边市百姓天不亮就来占位等粮，而那些本该买粮的银子被他们拿去买刀。我做错过事，汉王，但我不想在这件事上再错一次。公主疯了，那本账上也有什么？也有他的名字。沈大人，你刚才说3路账册各走各路，现在第4条路出来了，这条路通向哪儿？韩王，京城急报，太后銮驾已出京城，向北而来，说是要探视昭宁公主。你怕她来？母后来看我是恩典，我只是担心边市天寒风大，她身子受不住。把沈晨娃收押，这本青皮账得抄2份，一份送大梁皇帝，一份留党，原件封存，谁都不许碰。汉王打算怎么处置这件事？沈成是你大梁的官，查办由你皇兄来，我只要结果。那我的结果呢？青皮账册上有我的名字。去年沈崇蛙以我的名义在边军调过一批粮草，那批粮筹本该运往护市，实际被倒卖给了漠北的白狼部。我当时在京中确实不知情，但名字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没做过。所以你把账册交出来，是想让我替你证明？不是，我交账册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是错的。至于我的名字，韩王查得出来就查，查不出来，我自己去向皇兄领罪。你变了。每天去集市上听百姓讨价还价，听马帮的铃铛从早响到晚，听了这么久，总会想明白一些事。汉王，母回来边市不会只是为了看我，他恨你，恨你让我丢了脸，恨你让皇兄在他面前低了头，你多小心。汉，太后的车将随行带了300禁军，还有说是给公主看病的，但我的人看到辎重车里藏了弩器。300禁军，12个御医，1车弩器，这病看得真够隆重。要不要调骑兵进城？不用，他带禁军是给大梁皇帝看的，不是给我看的。去把昭宁刚才的话传回京城，一字不落。另外，去查清楚白狼部的人从哪里弄到的那批粮草。你怎么穿成这样？堂堂大梁嫡公主，弄得跟个守孝的寡妇似的，是不是呼延赵夜苛待你？母后多虑了，边市风沙大，穿绸串反而不方便。汉王待我并无苛待。并无苛待，把你从京城赶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让你天天捧着个破铃铛去集市上丢人现脸，这叫没有苛待？你这么看着母后做什么？母后，您这次来真的是为了看我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母后千里迢迢来看你，你反倒质问起我来了，是不是呼延赵夜在你耳边说了什么？汉王什么都没说。母后既然来了，先去驿馆歇息吧，
边是不比京城招待不周的地方，您多担待。太后，东西已经运进城了，什么时候动手？急什么？先安顿下来，摸清他的行踪，不要让他在最得意的时候从高处摔下来。汉，昭宁今天说的话，不太像一个被逼到绝路的人。所以，逼他的人，可能不是我。汉王，求汉王做主！我男人今早拿2张上好的狼皮去换粮，大蓝的粮官说银子成色不足，扣了皮子不给粮，还把人赶了出来。可这银子是昨儿个汉王官事上刚兑的，怎么就不足了？今早我也碰上了，好好的官银，非说差了钱。粮官换人了，之前那个孙头被撤了，新来的姓赵，凶得很。那个粮官叫什么？赵桓，就是原来的边军参将，沈家倒台后被贬到粮仓当了个小头领。这人以前在边关收过路税，收黑着呢。乌兰鹤，去把赵桓叫来。汉王唤下官何事？这银子成色哪里不足？汉王有所不知，近日边市私银泛滥，有人用铅锌镀银蒙混过关，下官也是按规矩办事。规矩是谁定的？转运司沈大人之前定下的规矩。虽然沈大人现在被收押了，可规矩还没废，下官也是依法办事。赵桓，你说私银泛滥，那你手里扣下的那些成色不足的银子都放在哪里？自然存在粮仓银库里，等待查验。既然赵粮官是依法办事，那我便依法来查。诸位在此做个见证。乌兰鹤，去粮仓银库，当着大梁书议和在场百姓的面，把所有被扣的私银搬出来，一米一枚验。汉王请便。不过银库重地，按规矩须得转运司掌印官陪同。沈大人被收押，现在掌印空缺。不缺。沈文昌被收押后，转运司掌印由我暂代，皇兄的旨意3天前就到了，只是还没来得及公布。赵魂，把银库钥匙交出来。这些箱子不是粮仓的东西，是驿馆暂存在这里的。汉王，这些箱子上的封田是我母后的御药标记，我不想惦记，也不知道怎么惦记，请你按规矩办。公主，这些可都是太后。从现在起，你说的每一个字都会成为呈堂证供。放肆！谁敢动哀家的东西？这是哀家从京城带来的御用药材，谁敢污蔑成军械，敷衍赵烨，你莫要欺人太甚。太后说是药材，那就请太后的御医来验。乌兰鹤，去驿馆把12位御医全部请来，一个都不许少。御医，箱子里是什么？回汉王，是弩机。即便箱中不是药材，那也是大兰内政，哀家是大兰太后，带什么东西到边市，轮不到漠北来管。大兰武备司制，景和17年造。景和17年，正是大兰与漠北签订旧衡约的年份。这批弩机是当年朝廷拨给边军的装备，
账册上写的是用于边防守备，可沈崇文的案账上记得很清楚，这批弩器有一半被转运司截留，卖给了漠北白狼部。白狼部拿了这批军械，转头就去劫掠边市。那是沈家贪墨，与哀家何干？本来是没关系的，可这批本该在白狼部手里的弩机，现在出现在太后的御药箱子里。要么太后缴了军械瞒而不报，要么这批军械压根没到白狼部手里。你胡说！哀家不过是替皇帝巡边，这些箱子是临行前兵部送来的随行物资，哀家并不知情。派人800里加急，把这里的情况原原本本送给大蓝皇，包括太后的原话，他不知情。你敢？我为什么不敢？太后带着300禁军，20几箱军械来边市，一句不知情就想了事。这些弩器若没被我发现，3天后大集最热闹的时候，会在谁手里？会对准谁？对准你。母后，您说实话吧，这些军械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的？你想让母后说什么？说哀家是为了替你出气，派刺客来杀呼延赵也，说你被罚边事是他的错，大兰被压一头是他的错，哀家不甘心？还是你想让哀家说是你皇兄默许的？回驿馆，没有哀家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出。昭宁，你是大兰朝的公主，别忘了。你刚才为什么站出来？因为我不想再做别人的刀了，母后的刀，沈家的刀，谁的刀都不是。我从小被惯坏了，觉得全天下都该让着我。可到了边市这几个月，没人让，没人因为我是公主就少收1文钱，也没人多看我一眼，他们都在忙着活着。我从前觉得你的灵吵，现在才知道，那不是吵，那是活着的声音。这铃，你捧了多久？从京城到边市整整4个月。4个月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一直没把它收回去？罚你不是目的，让你听懂铃声才是。你现在听懂了，这个罚就算完了。你刚才说，你母后最后那句话提到了你皇兄，我没，你不用替他辩解。我需要知道的是，如果这件事查到最后，真的牵扯到你皇兄，你会站在哪一边？我站在账目清楚的那一边。这个答案够你回京城交差了。韩，白狼部驻地有消息了，首领吴文琪不在驻地，他儿子巴图说，父亲3天前被一个大蓝人请去喝酒，至今未归。那个大蓝人长什么样？我父亲是来和谈的，有人借大蓝人的身份请他赴宴，结果他却遇害了。交出涉案之人，不然今天白狼部就要进城讨一个说法。巴图，你父亲的遗体我看过了，伤口像是大蓝军刀造成，但现场还有另一种毒物痕迹。什么痕迹？毒物叫南风醉，是大梁南部州郡的土方，边关不产，漠北也没有。能用这种东西的人，不像是普通边军。这是在你们营地捡到的，那个请你父亲喝酒的大蓝人，姓赵。赵环？不是赵环，他在营库守着箱子，没空。但赵家3代扎根边关，旁支远亲遍布边军和转运司，沈承文一党，赵家就是最大的地头蛇。汉王的意思是赵家人害了我父亲。有人想让白狼部和边氏打起来，你父亲一出事儿，你带兵攻城，边氏一乱，某些人就能趁乱脱身，那些弩机假仗见不得光的交易全都能被掩过去。那我父亲的仇怎么报？用证据报。你现在带兵进城，正好中了背后之人的计，
你父亲遇害，白狼部冲城，边事一乱，赵家的账册、弩机、银库记录全都会被人趁乱处理干净。你要是今天动手，别人会说白狼部破坏和谈；你要是今天忍住，等我把证据摆出来，所有人都会知道是谁拿你父亲当棋子。你要我忍？不是忍，是让真凶再也躲不了。你父亲遇害，不该只换一场混乱，他该成为最后一把钥匙，把赵家在边关些见不得光的账册全部查清的钥匙。治兵。原来不拔刀也能让人吞。汉王，我等你的证据，但如果你骗我，不用你来找我，若证据断在我手里，我亲自去白狼部给你父亲一个交代。去把赵家所有在边关任职的名单调出，一个都不许漏。公主，赵家是边关大族，动他们我母后已经用行动告诉我，藏污纳垢不会让事情消失，只会让它烂得更深。去拿名单。有人放冷箭，保护公主！别追，放冷箭的人不会留在城里等你抓，派人临时管控4个城门，所有出城人员按规核验，重点查剑士和可疑物体。这不是赵家的人设的。你怎么知道？赵家在边关经营3代，真要动手，也不会在剑上刻自己的姓，刻得越明显，越像是有人怕我们看不见。挑拨巴图用的是大郎身份，暗箭射你用的是赵家标记。下一步，他们也许还会把线索推到漠北身上，让所有人互相猜。对，白狼猜大兰，边军猜漠北，赵家猜朝廷，朝廷猜太后。等所有人都忙着互相怀疑，真正的推手就安全了。赵家还查吗？查，剑是不是赵家设的要查，赵家的账有没有问题也要查，这是2件事。有人嫁祸赵家，不代表赵家清白；赵家有问题，也不代表这支箭就是赵家射的。这句话像个查案的人说的了。去掉名单，赵家在边关任职的、经手银库的、碰过军械的，一个都不许漏。他想让我们乱，那我们就偏不乱。赵家在边关任职的17个人，从参将到书吏，从粮官到守城校尉，边关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有赵家的人。赵桓之弟赵构现任边军左营千种，去年10月调任黑山口哨所。黑山口哨所离吴文琪出事的地方只有10里，而且去年10月正是白狼部开始收到那些军械的时间。不用再查了，那个请你父亲喝酒的赵构脱不了干系，姓赵，但他不是主谋，他只是执行命令。主谋是谁？乌兰赫，帮我给大牢皇帝带一句话，就问他一个问题：边关的事，他到底知不知情？汉，京城回信到了，800里加急。边关之事，朕不知情；太后之行，朕亦未受意。赵家一案一律彻查，不论何人牵扯其中，皆不姑息。令昭宁监账期满后，去留自便。你皇兄把选择权给你了，回京还是留下，你自己定。以前觉得是惩罚，到了才发现，只有这儿能喘口气。京城住了17年也没活明白。赵家案子结了，我去黑山口哨所，那儿最偏，没人去。我去。可以，但不是以公主的身份，以转运司监账官的身份，没有随从，没有特拱，和哨所士兵吃一样的，住一样的。好。汉，赵构在黑山口哨所身亡，出事前哨所文档被集中烧毁。什么时候的事儿？昨夜，消息刚刚送到。他不像是自己想结束一切，更像是有人急着把线索断在他身上。
烧毁文档不是怕我们查赵构，而是不想让我们看到背后谁在给他下命令。贝马，去黑山口。赵构已经身亡，但他的兵还在。文档可以烧毁，在场的人还在，线索不可能全断。你不是要去黑山口当监账官吗？提前上任，跟我一起去。走。赵构焚毁文书时，谁在现场？我在。赵千石昨夜收到一封信，看完后便下令将文书集中焚毁。我曾上前阻止，但被他推开。他说这些东西若留下，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信呢？已随文书一同焚毁。信是谁送来的？对方穿义士服饰，但我见过他的面貌，像是宫中内侍。你刚才所说的情况，是否愿意如实记录下来？公主，我只是问你是否愿意如实说明经过。如果愿意，就留下记录；如果不愿，也可以离开。我愿意。我家人在边市经营小生意，去年边地粮仓曾救助过他们。我愿意说实话。这份记录我来整理，之后我会亲自送往京城。有些事情需要当面说明清楚。断铃不用还了，留着吧。不是为了罚你，是让你记住，有些声音以前嫌吵，以后得听。我不会替母后求情，她做错了事，该受什么罚就受什么罚。但我也不会恨她，她是我娘。汉王，你有没有恨过谁？恨过，但恨太占地方了，心里装了恨就装不下别的东西。走了。韩，你觉得他回去能办成吗？办成办不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回去了。汉王，36部已经3年没有一起过春事了，今年能不能？能，把最好的皮子留给大梁边民先挑，这是规矩。汉王说了算。韩王，我父亲的案子还没破，但我信你。白狼部今年春事不闹事不记仇，等真相大白那天，我再回去祭告父亲。那天的到来不会太久。韩，又有京城急报。陛下有旨，请呼延翰即刻进京会审赵家贪墨大案。昭宁公主回京当日，在太庙前等了整整1天，把供词和断铃呈给了陛下。大烂礼部恭迎漠北呼延翰。还真有点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记住，我们不是来摆谱的，是来结案的。呼延翰，一路辛苦。陛下，赵家一案，经三司查验，已查明如下：边军参将赵桓侵吞户市税款，克扣边民粮饷，一律严惩，交由刑部按律处置。赵桓经手户市银库3年，账面短银13000两，粮草缺额800担，均由转运司旧账、边军仓部、商队回照互相印证。赵参将，3份账册，1份出自转运司，1份出自边军，1份出自漠北商队，3方互不相通，却能对上同一笔缺额，你还要辩什么？边军牵总赵构私卖军械，牵涉白狼部首领乌恩奇遇害一案，现已身亡，相关罪状昭告边军，涉案财物继续追缴。赵家其余涉案人员按罪责轻重分别革职查办，发配边地服役，追缴非法所得。昭宁，黑山口哨所那份供词是你亲自带回来的？是。供词可曾逼迫？没有，士兵自愿陈述，转运司记录，刑部复核，3司会诊时已重新确认。臣妹只带回证据，不替任何人定罪，罪该如何判，由国法来判。前礼部尚书沈崇礼篡改两国公约，参与宫廷逼压，依法重惩。其弟沈文明边关贪墨主犯，交刑部按律处置。
沈家非法所得全部追缴，冲入边氏护氏银库。陛下，臣是为了大牢体面。大牢的体面不是靠改合约改出来，漠北的尊严也不是靠兵马抢出来。今日这殿上，谁拿账册说话，谁就站得住；谁拿谎话遮障，谁就该让路。汉王要的交代，大辽给；白狼部要的不是更多冲突，是公道；边氏要的不是谁赢谁输，是以后没人敢再从百姓和商旅身上伸手。白狼部认这个交代。太后朕之生母私运军械入边氏，派内侍传令切断线索。即日起，收回太后一切干政权，移居西苑别宫，非诏不得离宫，余生不得再干预朝政。陛下，西苑别宫走水了，太后她……殿内留了东西。他到最后都还在替我安排，留下那几个字是怕皇兄迁怒于我。可他不明白，我不需要他替我安排了。那你自己安排，从现在起，每一步都是你自己的。汉王，我想回边氏，不是去监掌，是去那里活着。好。陛下有旨，太后以庶人礼下葬，不入皇陵，无设祭庙。昭宁公主请辞宗亲封号，以转运司监账官身份常驻边氏。准。母后，你到底是为了昭宁，还是为了你自己？不看了，太不看了，太看了。第一，护士税款由漠北与大辽各派1人公管，账册一式4份，公开张贴于集市口。第二，商旅过税下调3成，边民基本粮盐免除不灌税。第三，白狼部与大辽边军互设联络哨，纠纷就地调止，不得私下冲突。字比以前好看了。以前没人让我记过账，现在有了。那你记不记我？你又不买东西。我保护你安全啊，不收你银子，记账上就行。白狼部今年春事带来皮货3000张，药材200担，良马500匹，请大辽边民先挑。这小子比以前顺眼多了。因为他不需要再恨了。汉王，京城来的消息下旨，要在边市设立一个从未有过的官职。什么官？两国互市巡查使不由大洛单派，也不由漠北单派，由呼延汉与大洛皇帝各推1人共同担任。巡查使有权查阅一切互市账册。大兰推举的人选，前昭宁公主经转运司监账官萧昭宁。万万啊，好了。萧昭宁。好。经手黑山口哨所棉衣调拨的是你？是小的当时鬼迷心窍，以为哨所边远没人管，就把80套棉衣转卖给了南边私商，小的知罪。安心章程办，贪墨边军务3倍赔偿，革职永不续用。查出的银子冲入边军东衣库。巡查使处置得当。公主，我以前是太后宫里的旧人，求您看在太后的份上。
我母亲已经用她的方式结束了，我没有太后可以看在谁的份上。我叫萧昭宁，是两国互市巡查使，没有别的身份。是不是放了很多芝麻？吴兰鹤，你以前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说实话，说实话，从前你太在意别人怎么看，遇事容易躲，话也喜欢绕着说。以前说的对，现在呢？现在你想得清楚了，也敢往前走了，比以前真实多了，也更像现在的你自己。谢谢，很久没人夸过我了。这也算夸？算。提报！漠北王庭有变！韩王，赤狼部首领韩红茶盖纠集5个小部族，趁您不在王庭，围住了韩帐，声称先汗遗诏是假的，说您不是先汗亲历的继承人。哈红茶盖，去年春事上还跟韩王敬酒的老首领，就是他。他纠集的5个部族，都是这些年护市里分到利益最少的。他说新盟约让大梁占了便宜，漠北吃了亏，说韩王在大辽面前太软。哈拉茶盖围住韩长，谁在守？先汗的老禁卫不到300人，哈延茶盖带了3000多人，守是守不住的。他们现在只是围着，等韩王回去。哈延茶盖放话说，只要韩王回去亲自对峙，他可以不动刀。当然动刀。他想要的是我回去，被他围在韩帐里，要么签他你的新盟约，要么就把漠北内部彻底搅乱。城外还有多少骑兵？努力已撤回王庭休整，城外只有5000，其余各部兵力分散在36部驻地，集合至少7天。7天太久，5天传令下去。城外5000骑兵，今夜出发，只带3日干粮和水，目标漠北王庭，5日赶到。5日，正常行军至少8天。走廊道，那条路近但难走。哈尔察盖以为我会走大路，我就走廊道给他看。遵命。汉王，赤狼部说的那些话，你在意吗？哪句？说你对大饶太软。护市开了5个月，粮价降了2成，挨饿的人少了许多。36部商队今年春天收入多了3成。白狼部和边军设了联络哨，这3个月一次刀兵冲突都没有。这些数字哈亚查克看不见，他只看见自己分到的少了。以前那都是靠旧规矩从别人手里压出来。他说什么我不在乎，但3000人围了我的寒战，那里面是鲜寒的灵位。边市这边你放心去，大兰转运司和白狼部联络哨不会再出乱子。你刚才叫我什么？韩王。不叫呼延寒了。韩王。好，等我回来，请你去黑山口哨所吃烤羊。去。嗨，真要走廊道？那条路中间有一段悬崖栈道，去年大雪崩过，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走。能走。您怎么知道？傅寒当年带我走过。汉，栈道断了，过不去，绕行至少多走3天，5天赶到寒床，不可能。附近有没有猎户走的小路？有，我以前跟着先汗走过一条岔路，从西边绕，多走50里，不用过栈道，不过要翻2座山，马匹上不去，只能人走。人走得过去就行。乌兰赫，你带4500人原地待命，我率500人翻山，先稳住王庭局势，你走大路稳步推进，到了先在鹰嘴谷扎营，等我信号。
韩，你只带500人太危险了。哈雷查盖有3000人。我不是去打仗，是去对峙。他让我回去我就回，只不过他以为我会带5000人走大路，我却带500人翻山。等他反应过来，我已经站在汉帐门口了。可日郎部说遗诏是假的，这句话比3000兵米更重。我不能等7天，拖久了36部会有更多人动摇。遵命。汉，那是大饶皇帝的金扣，您一直带在身边。不是带着它，是带着它代表的东西。两国盟约36部血印，边氏护士，昭宁的断灵。哈日查盖想撕，我就让他看看，撕不撕得动。所有人就地休整，明早拔营，走大路。明天一早，天刚亮的时候，我们下去。汉，天亮了会不会被他们发现？就是要让他们发现。我说过，我是回来对视的，对视需要有人看。哈雷查盖，你说要我对峙，我来了。在开始之前，请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呼延赵烨，少来这套！你签的新盟约，护士的银子让大辽赚，最好的草场给边民放，还让大辽人在白狼部设联络哨。你是漠北的韩，还是大辽的官？说完了。说完了，你答。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我说完之后，你当众把你那份先韩真遗诏拿出来跟我这份比对，谁真谁假，让36部首领一起看。先比对你的新盟约，遗诏的事等会儿再说。不行，遗诏真假是最大的事，新盟约互市都可以议。但你说先韩没传位给我，现在就把证据拿出来。拿不出来，你带来的3000军马就是违令聚众，必须给36部一个交代。遗诏当然有，但在王庭祭坛上才能打开。那就去祭坛，现在就走，所有人一起去。够了！你带500人翻山赶回韩赵，分明是不把36部放在眼里。今日老夫就要让大家看清你的选择。谁要看清谁的选择？你说我对大牢太软，可这枚金扣代表的是大牢皇帝在盟约上对我低过的头，我拿回了尊荣，也拿回了公道。你说护士让大牢占了便宜，那我就拿账册说话。赤狼部今年分到的护士银比去年多2成，你说漠北吃亏，可你的账册上第一笔分红就是300匹绢50称粮。哈红茶盖，你不是没分到，你是嫌别人也分到。赤狼部今年也多了，那他为什么说自己吃亏？从前旧规矩下，强不多拿，弱不少拿，边民被压价，商贾被盘剥，最后银子落进少数人的账里。现在账册公开，谁交多少税，谁分多少银都能看见。哈红茶盖，你不怕漠北吃亏，你怕的是漠北人人都看见账。你说我软，可真正软的
是只敢拿假遗诏挑拨36部，却不敢把账册摊在阳光下的人。你要对视，我的话说完了，现在轮到你了。遗诏呢？好，老夫承认遗诏是假的，是我为了拉拢各部编的借口。假遗诏，你拿这种事骗我们，我认罪。但话不收回，呼延赵烨，你跟大姚走得太近。今天23剑站在你这边，不等于36部永远站在你身边。迟早有一天，你会在这条路上失去自己。我不在这里处置你。他为韩赵，没伤一个禁卫，纠集兵马没抢一匹战马。他在等我对峙，他是不服。不服可以论，论不过可以学，学不会的才是真正会害了漠北的人。你的担忧，漠北所有人都有。回赤狼部继续当你的首领，但从今天起，护食分账公开，谁都能查。你说我害了漠北，有证据就拿出来让36部评判，没有证据就停止无端指控。漠北36部从来不是靠强压来统一的，是靠规矩和道理。今天我把道理放在这里，谁不服来跟我论。韩王，我不服的不是你，是这世道变得太快了。世道会变得更快，你得跟上来。今天把账册公开，是我继位时就该做的事。去年秋季互市，36部商队总交要额28万两，赤狼部只占8000，倒数第3。知道为什么吗？我的草场在最北边，商队走到边市多花10天路费，到我手里就没剩多少了。白狼部比你还往北2天，交易额却是你3倍。他们卖的是成品皮袍，不是生皮。生皮1张3两，做成皮袍1件12两，多的9两银是手艺人赚的。赤狼部缺的不是路，是手艺。我在大梁学了一件事，让人低头不如让人吃上饭。新盟约不是服软，是较真。谁觉得不公，查账；谁吃了亏，拍桌子。但有一条，不准私下动手，刀尖朝外，不朝自己人。韩王，说句实话，先汉在时，户役账从没公开过。你今天摊在所有人面前，服也好，怕也好，不痛快也好，都比糊里糊涂强。老头子敬你。哈玉叉哥那边真的就这么算了？不算了怎么办？杀了他，赤狼部记仇；放了他，他不服，所以不能只是放过，要让他跟上来。他不是说世道变得快吗？那就帮他跟上。怎么帮？明天你派人去赤狼部驻地，带3个皮货匠过去，不要漠北的，要大梁边市里手艺最好的。哈翁茶盖不是缺手艺吗？我给他送过去。韩，你这招真狠。这不是招。当韩的人最大的本事不是杀伐，是让所有跟着你的人都有路可走。赵烨，你看，草原上的路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是所有人一起踩出来的。傅寒，我走出来了一条属于我的路。即日起，护市每一笔账都对所有部族公开，任何人觉得不对，随时来查。第二件事，王庭出资在边市设36部共用货铺。共用货铺，各部商队提前把货放这儿，统一代销，省去往返。哈雷茶盖，赤狼部最远，第一批仓位归你。
第3件事，韩，你让我刻碑可以，下次别让我刻这么粗的笔画，我手腕都要没知觉了。这是先韩说过的话，笔画粗才经得住风吹雨打。以后不管谁继韩位看到这块碑，就知道亡灵是用来聚人的，不是用来压人的。韩，你不会是已经在安排以后了吧？不是以后，是规矩。规矩立好了，人才能走得远。诸位，王庭交还给你们，边市的护士还在等我去收尾。谁有事，派快马到边市找我。没事的，今年春市，我要看到每一步的摊位都比去年大。什么？赤狼部最好的羊羔皮，我亲手制的。你给赤狼部送皮货匠，我还你1张皮。扯平了。明年春市，我要看到赤狼部的皮袍摆在最好的摊位上。韩王，你那个金扣铃铛要是再断了，赤狼部不负责修。你不在的这段日子，春季大集交易额突破了30万两。黑山口哨所的棉衣案已结，所有士兵领到了新棉衣。另有2件事需要你定夺：一是太后旧案后续处理完毕，二是我皇兄给你的亲笔信。呼延汉亲启，边市巡查使一职试行3月，成效卓出。朕拟将边市自治权进一步扩大，设2国共管的边市议事会，由漠北与大梁各推3名边民代表入会，与巡查使共议护市章程。令朕以下旨削减京城岁贡30%，所减之数全部转入边关粮仓，望汉王早归边市，共商细则。你皇兄最近怎么样？瘦了些。太后的事情和赵家的案子把他熬得不轻，但他撑住了。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他以前觉得自己是个好皇帝，今年才发现原来连边关的粮仓都管不好。汉，边境急报，黑风山口发现一支身份不明的骑兵，约有2000人，打着没见过的旗号，正在向边市方向移动。乌兰鹤，带上斥候，跟我去黑风山口。是。昭宁，通知把土集合白狼部骑兵待命。周守将，关城门，但落锁，所有人不许擅自出城。小心。汉，这不是36部的旗，也不是大蓝边军的旗。你看他们的马蹄铁是西域样式。西域36国跟漠北有几十年没打过交道了，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要不要下去探一探？不，先观察一夜。他们在这里扎营，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在等时机。看来只是路过。追上去。汉，他们有2000人，不跟他们打，追上他们的尾巴，看那些箱子运去哪儿。这座寨子废弃10年了，什么人躲在里面？乌兰鹤，记下这个地方，我们回边市。汉，这到底是什么人？这不是外敌，这是有人躲在暗处藏家底。10年前淘汰的边军甲，太后的御药箱子，西域的马蹄铁。什么答案？赵家事情没查干净，沈承账本上那批东西根本没到白狼部。太后的事情一出，线索就断了，拿走东西的另有其人。汉王，这地方我认得，10年前边军和我部在这儿打过一仗，我父亲说那一仗打得蹊跷，边军占了上风，却突然撤了。黑风山军寨，景和16年，奉兵部令移交防务，接收人，兵部侍郎赵世安，赵桓和赵构的叔父。赵世安还在世吗？在，3年前致仕，告老还乡，但赵家案发后，他不在被查名单上，因为他10年前就离开了兵部。所有旧档案都显示，他和边关没有往来，没有往来记录，却有他接收军寨的签名。10年前接寨
10年后，寨子里军械、旧甲同款箱子全冒出来了，藏了10年。赵家满门查办都没炸出他。我父亲的死，不全是他一个人的决定，动手的是太后的人，但给太后出主意把赵家和太后捏合在一起的，也许还没浮出来。你是说，我母后也是被人利用的？你母后选了自己的路，但有人替她铺了路。30年京城，10几年兵部，10年边关，摸透了两国漏洞，懂得挑拨36部，也懂得利用太后的不甘心，只藏在暗处。汉，黑风山那座寨子什么时候动？不急，他藏了10年，不差这2天。先查清楚他为什么选现在露面，藏得好好的，突然派2000骑兵出黑风山口，他想干什么？因为边市议事会，我皇兄下旨设两国共管议事会，等他真成立，边关所有护市、军寨、哨所全得公开。黑风山藏不住了，他得抢在这之前动手。他想做什么？他不想让议事会成立，或者说，他想在议事会成立之前把水搅浑。去看看。箭是从对面屋顶射的，人已经翻过2道墙跑了。轻功很好，不是普通士兵。呼延寒亲启，寨门已开，有胆便来，赵世安恭候。他把寨门开了，请我去，这不是挑衅。那是什么？拖延的激将法，有胆便来。哼，他想引我出兵黑风山，边事一停，议事会就拖住了。他正面打不过，就搅浑水拖时间。那你要去吗？但怎么去，带多少人去，什么时间去，不是他说了算。乌兰鹤，1000骑兵正面前进，佯攻。我带200精兵，从后山鹰嘴谷翻墙潜入聚义厅。不行，那老狐狸藏了10年，寨子里不知道设了多少陷阱。赵世安不会动我，动我，30万漠北铁骑直接出击，他10年布局直接作废。我孤身入内谈判，才能摸清他全部底牌。我跟你去。你是文部巡查使，跟紧我，不许擅自冲锋。我下令撤退，必须立刻后退。呼延寒果然没有带大军来，老夫没看错人，请坐。赵世安，你请我来，我来了，你有什么话说吧。呼延寒，你今年多大？20。你20岁执掌漠北，平内乱，查沈家，挫太后。老夫20岁尚在兵部抄文师，实属后生可畏。所以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老夫不想让你把议事会办起来。因为议事会一成立，黑风山寨就藏不住了。不只是黑风山寨，这座寨子老夫布了10年，10年前我就知道边关贪墨迟早要爆雷，沈家太贪，赵家太蠢，太后太自负，早晚把自己玩死。所以我提前从兵部抽身，在黑风山建了这处退路。这些年沈文华在边关搜刮的军械有1/3存在这里，太后运到边市的那批弩机也是从我这里出去的。乌恩奇的事也是奉命行事，奉我的命。沈崇礼篡改盟约，想扳倒漠北，太后拿几箱军械就想翻盘，不可能的。我只是想留条后路，议事会一成立，边关再无死角，我的后路就断了。老夫请你来，是想跟你谈一笔交易。什么交易？我把黑风山寨里所有军械账册布防图全部交给你，
这些证据足够你把太后案、赵家案、白狼部案全部查干净。作为交换，我要昭宁公主以巡查使身份向大梁皇帝呈报：赵世安已死，黑风山寨已空，此案到此为止。你想让我替你作假？不是作假，是给自己换条活路。军械和账册给你们，比被朝廷抄走有用。整顿边关，给白狼部交代，把议事会办漂亮。老夫老了，只求善终。赵世安，你说的对，你的人脉、你的耐心、你对边关的了解，确实比沈崇礼和太后都强。但你算错了一件事。什么事？你谋害乌恩琪，嫁祸给边军，军械和账纲整顿部交代，但乌恩琪的血不是这些能抵的。景和16年，兵部侍郎赵世安奉令接收黑风山军寨，这笔签字留了10年。你今天想用一个已死的假名字来换善终，不可能。胡延寒，你说的对，老夫确实算错了一件事。我以为你跟沈崇礼斗了那么久，会变成一个只讲利益的人，但你不是。这是老夫在兵部时用的调兵令牌，10年前就该上交了，我留了一枚做念想，拿去吧，跟那些军械和账捐一起交给大梁皇帝。老夫不跑了。公主殿下，你来宣老夫的罪吧。赵世安，本巡查使依两国公约第3条，以谋害白狼头首领、私藏军备、破坏护市之罪，将你就地收押，送送京城，由大梁皇帝亲在定罪。你可认？认。没有伤亡，这是我最满意的地方。这些信里有太后和赵世安的往来记录。景和18年，也就是去年秋天，太后一共给他写了6封信，前5封都是问怎么对付你的，第6封是临出京前写的，只有一句话：哀家亲自来办。他知道自己在做错事，但他还是去做了。这些信我不会隐瞒，全部呈交皇兄。我母后做错的事，我不会替她藏，但我也绝不会再说她一句不好。她是我娘。汉王，我父亲的事情终于有结果了，但人回不来了。是。护市还要开吗？开，而且要比以前更好。你父亲当年同意和白狼部一起下商队走护市，就是想让白狼部的人不用再这样活着。他开了个头，你得替他走下去。韩王，白狼部今年秋试，我想亲自带队，不走军道，走商道。我父亲之前最想看到的就是白狼部的骆驼和边民的驴车走在同一条路上。那条路现在有了。我去送送。他是大兰的罪臣，我是大兰的巡查使，送他不合适。我只是在想，他藏了10年，算计了10年，最后什么都没剩下，一个人的10年就这样没了。你肩膀湿了。没事，漠北人不怕雨。漠北本来就少雨。乌兰鹤，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不再随军征战了，去做什么？没想过，我从小就跟着先寒，后来跟着韩王，除了守边不会别的。我觉得你可以去卖马，你看马的眼光好，
又会挑马蹄铁。上次你帮我挑的那匹灰马，黑山口的老兵都说好。那你呢？巡查使当完了去干什么？我想在边市开一间账房，不是官府的，是私人的，帮边民算账，帮商队核税，不收钱。收烤饼？芝麻多的那种。韩王，您说这俩人……别猜，让他们自己慢慢来。有些事儿不用旁人帮忙，自己长出来的才好。赵世安一律处置，黑风山寨查获军械全部冲入边市武库，账册文档一式3份，分别留存京城边市转运司漠北王庭。另边市议事会章程，议事会设6个席位，大老与漠北各推3人，其中必须有1名边民代表和1名商队代表。议事会有权审核户事章程，监督税款中支，调台跨境纠纷。漠北代表白狼部、巴图、苍鹰部老首领，在边市做了20年皮货生意的呼延朵兰。大辽的代表呢？大辽代表边民两长孙有田，户市商会会长陆锦堂，黑山口少寿退伍老兵周铁柱。退伍老兵？边市的事不能只有官和商，那些在哨所里守了一辈子的兵也该有个说话的地方。议事会第1次会议第1项，边市公共货站的选址。货铺当然建在集市中心，商队卸了货直接上摊位，少走2里路，1年能省多少脚力钱？集市中心的地价你打听过没有？把银子全砸在地皮上，粮仓的顶棚漏了半年都没钱修。货铺建北门外，省下的银子修粮仓。北门外那边都是荒地，下了雨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我父亲当年运皮货，最怕的就是货站远，但他说过，货不能乱堆，皮货和粮盐放在一起，不是串位就是生虫，货柱得按货物种类分区。巴图说的对，我们部的药材去年就是因为在转运司仓库里和湿皮子堆在一起发了霉。分区的提议，老头子支持。朵兰大姐，你做皮货生意最久，你说。我不管货座建哪儿，就一条，货座的账跟户市税款一样公开，别好仓位全让有门路的人占了，我们这些小商贩连门槛都摸不着。公开抽签，必须写入章程。货站门口的路要修得够宽，驴车和骆驼能并排走。汉，里面快吵起来了，要不要进去压一压？不用，吵得越凶越好。以前在边关，有时要么硬碰，要么忍气吞声。现在他们能坐在一起拍桌子，是进步。周大叔，改天去黑山口哨所，我请你吃烤羊。行，我带酒。拿着，你身上这件袍子太素了，冬天扛不住风。今天感觉怎么样？以前在京城，议事是皇兄坐在龙椅上，百官跪在下面。今天没人跪，也没人坐着不说话，这才是议事。你以前学的那些规矩，有一半是拿来压人的，现在你学的这些规矩是拿来办事的。你更喜欢哪一种？看一看，瞧一瞧，赤狼部手工皮袍。去年韩王亲口说要咱把皮袍摆在最好的摊位上，今天咱在这儿摆了。哈日茶盖，你还会吆喝？废话，韩王送来的皮货匠教了大半年，我连制皮子都学会了，吆喝算什么？哈哈哈，这位大哥好眼力。这件是赤狼部最好的高王皮，你摸摸这毛。乌兰赫，你现在像公主的马差，我是韩王的副将。那你篮子提得挺稳。秋市总交易额突破40万两，比春市涨了3成。陛下有旨，边市议事会正式成为常设机构，巡查使一职由临时改为常任。
姑娘，京城来的信啊。好事坏事？好事，以后我就在边市常住了。那可太好了，下回赶集，大娘给你带自家腌的咸菜。好，谢谢大娘。旨意收到了，收到了。巡查使改为常任，以后我就常驻边市了。那你的账房打算什么时候开？等货站门口那条路修好，路通了，我就挂牌子。牌子上写什么？萧昭宁账房，不收银子，收烤饼。韩，大兰皇帝的亲笔。呼延韩亲启，边市议事会运行半年，成效已超朕预期。据户部呈报，今年边关饥荒人数较去年减少6成，户市税收增长4成。36部与边军未发生一起冲突。朕已下旨，将边市模式推广至其余3处边关关口。另，昭宁近日来信，言辞间已不复当年闺阁之气，倒像个老练的账房先生。朕不知该欣慰还是心酸。母后若在天有灵，当能安息。呼延翰的贡献，朕当谢过。韩，信上写的什么？他说我是推手，其实他自己也是。他推掉了他母后的旧规矩，推掉了他自己的面子，推掉了朝中一半的岁贡。一个皇帝能做到这一步，不容易。韩，你看我干什么？没事，外面雪大了。乌良贺，你刚才递信的时候有没有经过货渡？没有，我走的是南门。那就是你还没看到，迟早会看到，到时候看你急不急。走，去货部看看。听说新到了一批过冬的棉衣，还没入库。我来帮你。乌兰赫副将，好久不见。你是谁？我叫阿尔斯楞，赤狼部的。韩王派皮货匠去赤狼部教手艺，我跟着学了几个月，现在被派到货站来帮忙管仓库。我娘跟韩王同一年出生的，韩王继位那年，他还在韩赵前献过哈沙。这人什么时候来的？3天前，季短运使安排的，说货站缺一个懂皮货的人。阿尔侍郎懂皮子，又会分类码放，做事很细心。细心？这件太小，混在大号里容易压轴。你怎么了？语气不太对。没事。乌兰赫这个人，打起仗来脑子转得比谁都快，偏偏在这种事上迟钝得像一块冻土。阿尔侍郎，回韩王。赤狼部的皮货匠教了你多久？教了整整8个月，日皮、材料、缝线都学了。哈日查干首领说我学得最快，今年秋市上的皮袍有一半是我做的。那你为什么不去集市上卖皮袍，反倒来货站管仓库？做皮袍养自己，管仓库帮别人。我先来货站干2年，攒够银子，回赤狼部开自己的铺子。难怪昭宁愿意跟他多聊几句。昭宁在边市待久了，最烦的就是虚头巴脑的人。乌兰赫副将，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这里碍事？没有。那就是有，要不这样，货站的棉衣今晚就能码完，码完之后我请你喝酒，你有什么话当面说。我们漠北人不兴绕弯子。行，喝就喝。喝酒可以。明天货站要是少了一件棉衣，你们2个一起去黑山口哨所扫3个月茅厕。昨晚说好的，
棉衣入库你点第一遍，我复点第二遍，谁错了谁请烤羊。我记得。你先把你那头乱发扎起来，掉一根头发在棉衣上。今天第一遍就算你错。第一摞大号12件，记上了。第二摞中号15件。你那摞最上面一件袖子没翻出来，翻出来重数。韩王，您这是给货铺配了2头犟驴。犟驴能拉磨就行。议事会提议，明年春事增设2国共济。大蓝代表，我推举巡查使萧昭宁。漠北代表，我推举白狼部巴图。你代表大郎最合适。你父亲是为2国和谐而死的，你替他站在那里，他会看到。你俩一起，一个站左边，一个站右边，中间留个空位，放那些回不来的人的名字。今2国共济，铭记历史，祭奠英魂。漠北有一句老话，马跑过的路记得，刀砍过的伤也记得。但今天我们把名字写在一起，不是为了让伤疤更深，是为了让马跑更远的路，不再驮着刀。阿爸，路修好了，我带你走走。韩王，我知道母后做了很多错事，但她也是边关这20年里死去的人之一，她的名字不该被抹掉，不是原谅，是记住，记住了才不会再来一次。写得好。韩，谁的信？大蓝皇帝萧景恒，他来信说边试模式已经在其余3处关口推广，今年大蓝边关的饥荒人数降到了10年来最低。另外，他要立后了，问我去不去。韩，你去不去？去，3年了，也该去看看京城变成了什么样。韩王请，陛下在赛庙等您，不是在大殿。陛下说故人重逢，不必讲那些虚礼。呼延寒，别来无恙。陛下气色不错。托边氏的福，边关安稳了，朕在京城就能睡着觉。这3年睡得比过去10年都好。昭宁在边氏还好吗？他很好，巡查使当得有模有样，边民都叫他萧丈房，没人再叫他公主。乌兰鹤现在给他当随身护卫，2个人明里暗里较劲，比谁查账更快。是你成全了他？我没有成全他，是他自己成全了自己。陛下，你这次叫我来，不只是为了叙旧吧？朕想请你做一件事，在这份盟约上用漠北的规矩落印。漠北落印，用亡灵。父皇，你当年想做没做成的事，儿子做了。韩王，我有3年没穿绸缎了，今天穿了一下，觉得有点扎。说明你皮变厚了。是实话，以前穿绸缎不觉得扎，是因为有人替我挡着风。现在自己挡了3年风，皮厚了，反倒觉得绸缎轻飘飘的不踏实。这是边市议事会今年提的10条改进建议。我皇兄大婚这么重要的场合，我本来不该拿来谈公事，但明天你就要回边市了，我不想再等。乌兰鹤什么时候开始管修路了？从今年夏天开始。他说打仗打了半辈子，修路比打仗更难，但也更踏实。他不好意思跟你提，就让我把建议写进议事会提案里。他怕你说他不务正业。修路也是正业，打得下江山是本事，修得好路是更大的本事。他早该想明白这个道理。恭迎皇上。呼延寒，朕身边这个位置空了20年，最后还是昭宁来信点醒了朕。昭宁变得比你快。是啊，他跑到前面去了。你皇兄刚才说你跑到前面去了。我能替他查账、修路、守边关，他可以选喜欢的人过自己的日子，不欠谁，你也不欠了。韩王，白狼部今年新酿的马奶酒，第1批。
我自己守着酿的。我阿爸以前最爱喝这个。好酒，你阿爸会为你骄傲的。我知道。汉王，这是今年秋市的总结上报，交易额突破了45万两。议事会提出的16条改进建议，有11条已经在秋市期间试行，其余5条需要你批复。另外还有一件事，我皇兄来信说，明年要增设黑山口哨作为正式护士分室，由阿尔斯郎担任分室货担管事，他已经答应了。乌兰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韩，我想申请调去黑山口分室，负责驿道修缮和分室防卫。为什么？路比刀重要。跟了韩王3年才明白，路修好了，商队就多，人富了就不想打仗。我想修条路。准。但黑山口分室的驿道，我要你在明年秋市之前修好，修不好你就回来继续当副将，不准再提修路的事。修不好，我提烤羊来见。修路的事归巡查使管，你以后要叫我萧大人。3年前也是在这个位置，当时这里的民众生活艰难，对我也充满忌惮。现在大家越来越富足，防备的眼神也不见了。今天是秋市最后一天，宣布一件事，王庭迁至边市以北30里，36部商队以后不用再走8天。王庭和边市之间修一条新驿道，乌兰赫主持。碎石铺的不够均匀，有一段坡度还是偏陡，冬天下雪可能会打滑，我记下来了，明年来修。你就不能夸一句？路修的好不好不是听夸的，是看能不能走。明年冬天下完雪我再走一遍，不打滑才算真的好。就会使唤人。赤狼部的皮货往左，大路的茶叶往右，别挡着骆驼车。韩王，这小子3年前刚从赤了部出来的时候，连货站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现在管着整个分市的仓库。你不也是？3年前你还在韩帐前闹事儿。哈哈哈哈哈！行，老夫认。阿爸，这是新的路，你以前没走过的，以后来分市的人都会从你面前经过，你看着他们。韩王，我想起一件事。什么事？3年前你进京那天，我说你的铃真吵。你现在还觉得吵？不觉得了，但每次想起那句话都觉得我很笨。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铃声响起来意味着什么，现在知道了。知道了，铃声响着就是有人在赶路，铃声响着就是活着的人还在往前走。张宁，你听到了吗？听到了。乌兰赫，明天分市粮盐入库，你来点第一遍。知道了。你跟韩王聊了些什么？聊3年前的事。3年前啥事儿？我在城楼说他的铃吵。那时候确实挺吵的，现在不了。给你的。乌兰赫，这条路你好好修，明年我来检查。行，你查出来毛病我重修。现在铃声响了，不是战鼓的前奏，是路上的人都在往前走。